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这部机体？交世间知己，有网络同好，即摩安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记。一直跟着看着我成长的同好们呢，应该都还有些许印象，就是去年的6月份，我们的资料员 Go 桑从日本帮我寄过来了一批模型，其中呢有一台就是蓝标版的 MG逆 A， 因为是当时的刚刚再版，而正好又有一批模型要寄回，我就直接在日本下定了一台。但是这台模型到手之后呢，我只拼了一个身体，就一直处于搁置中了。直到最近这个模型新品青黄不接的几个月嘛，我就又开始着手处理手上那些烂尾楼了，尽量让它们变成保交楼。废话不多说啊，咱们直接看成品，怎么样？帅不帅？对，不帅。而这呢，也是我从高中第一次看逆 A 剧场版的时候的感觉。要知道，当时我可是经历了 WGX Seat 洗礼过的眼睛，再返回去看当时逆 A 的设计，简直就是往眼睛里边倒拉大水的感觉。也就是因此，我到现在都没有正经的去看过逆 A。不过，随着工作的时间和经验的增长，在我的审美变化中，也确实越来越觉得逆 A 这部机体的设计美学是非常棒的，尤其是整体的线条大走向的设计，多年以后看起来依然不过时。而当时被人们诟病的这种密集的刻线，也成了如今很多机器人作品必备的细节的主流设计之一了。但上述我说的仅限身体啊，头部的水壶和大胡子的设计，我到现在是依然舍不得看的。下面呢，说一些不负责任的内容，是关于逆 A 设计的一些事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曾经看过一种说法，阐述过关于逆 A 形象的由来。主要是因为经历了平成三部曲以后呢，貌似福爷老爷子想做一个回归高达的反战和对人类生存发展为主旨思考的作品，而不是靠华丽的机设和高颜值的角色来打动观众的高达动画。于是呢，便请来了美国科幻设计大师赛德米德来设计逆 A 高达，也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高达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不是为了满足正常人审美的高达机体。当然，随着网络的发展呢，我之后也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却再并没有看到过这种说法。但不管怎么样呢，最终逆 A 它是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还成为了高达历史上最强的机体，也是野史中唯一一部可以开启和毁灭任何一部高达时间线的机体。好了，不负责的说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说点负责的。我们还是回到模型的本身。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很多人接受不了这样另类设计的原因吧，感觉这款逆 A 的再版和生产的次数并不是很多。因为从板件的整体精度来看还是挺高的，07年设计的板件模具经历了15年，依然可以做到如此清晰的刻线，就可以知道这个模具的使用情况了。当然啊，不排除模具再造的可能，但如果放到 Seed 或者00独角兽这样的高人气机体的模型，15年早就不知道板件和流道都已经糊成什么样子了。就拿上一期评测的那一台采用了万代超高自研交叉对比色技术的飞翼来说，其实在流道和零件这一块也已经能明显的看出来模具的磨损和精度的降低了。别问为什么，问就是我之前拼了一台，并且喷成了白血机。1年多以前买到的卡版的飞翼的套件情况，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拼装过程这一块呢，我个人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据说逆 A 模型的设计呢是完全按照当时赛德米德的设计开发的，也因此呢有很多地方的可动轴和连接桩的设计是之后高达模型很少见，甚至说并没有复用过的一些设计。比如我们习以为常的 MG 的手臂的内构设计通常是左右合，并且中间加入了连接零件和可动零件这样的设计，而逆 A 的手肘部分的可动设计却是一个类似于 C 口这样的滑槽，并且非常紧。重要的是，这样的滑槽竟然还能保证手肘的可动范围，这种确实让人感到惊讶。还有就是像头部与身体的连接部分也采用了并不多见的球形加单向卡扣这样的设计，不对准开口是装不进去的。并且这部模型里边是没有 PC 键的，这在07年设计的 MG 的模型中相对也是很少见的。毕竟无 PC 软胶式的这种硬连接，我印象中是从14-15年以后才慢慢开始大量出现在 MG 产品线中的。当然，也就是因为你也采用了这种硬连接的咬合方式的设计，整体的模型强度上在拼装完成以后是非常不错的。
但由于塑料的选料并不是类似于近些年那些有一定张力的偏软的那种塑料，所以估计随着把玩的增多，模型的强度会慢慢降下来。模型完成之后的整体观感呢，基本上还原了设定，就是大长腿、高流线型这样的造型。除了头部以外，身体比例也没得说，也同样是可以像设定或者动画那样摆出冲刺时的那种漂亮的腿部流线型的造型。而我对逆 A 的审美的改变，也就是从这个 pose 开始的，非常喜欢。可动什么的呢，咱们就不细聊了，快进水一下得了。只是在这里呢，我想说这款模型的设计是为了在保证可动的前提下，已经最大幅度的给我们还原了那种流线型的设计。包括小腿中部的这一段可动幅度呢，也是为了画出弧线而做出的让步。而为了更好的还原动画呢，模型中还附带了这个小奶牛的雕像，可以将胸部的导弹全部取出，将其放入进去。武器配件方面，除了月光蝶特效剑以外，基本都配齐了，有来自远古科技的光束来福枪、出土之后的盾牌文物，以及远距离投掷武器流星锤。而且流星锤的链子这里可是实打实的一环扣一环，看看当年辉煌时期的 MG， 再看看现在的 MG 产品线，真是没法比。总结方面的话呢，其实我不想说太多，因为这部机体模型我是不会做大力推荐的。虽然它的套件素质很不错，但是由于形象的问题，我相信不喜欢的人你推荐他也不买，而喜欢的人也早都已经拼好入柜收藏了。好，那么本期的教友记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的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三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友记机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我们下期再见。